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的话题是经济去美元化，人民币成为俄罗斯交易所第一大外币。在我们中国欢度国庆的假期里面呢，10月3号，莫斯科外汇交易所完成了64900笔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总交易额达到了703亿卢布，大约折合是11.7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元对卢布的现货交易总额为682亿卢布，大约是29500笔交易。人民币已经取代美元成为俄罗斯主要的外汇交易货币，应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情况呢，也几乎在所有人的预料之中。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啊，美国把俄罗斯踢出了 SWIFT 系统，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对俄罗斯发起全面的贸易禁运。俄罗斯手里剩下的美元呢，也买不到东西了。俄罗斯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首先是宣布购买俄罗斯的油气必须用卢布来结算，然后就是大规模的转向用人民币交易。中国呢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也是第一大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输出国，两国的贸易本来就有很大的互补性。如果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俄罗斯还有意在欧美集团和中国之间寻求平衡，那么西方的制裁等于是把俄罗斯全面的推向中国。如果不考虑高端集成电路、欧美奢侈品这一类的少量的货物，中国可以为俄罗斯提供所有的工业制品，从简单的日化用品到汽车、高铁、手机、计算机和5G。只要中国不肯加入对俄罗斯的全面禁运，俄罗斯就不用担心物资匮乏。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也不需要担心购买力的问题。中国作为14亿人口的制造业大国，正在努力地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向高端化的方向推进。对于石油、天然气、矿产、木材、粮食这一类的大宗商品有巨大的需求，而这正是俄罗斯的出口强项。俄罗斯的市场可能无法完全吸纳中国制造业的产能，但是只要双方充分合作呢，确保相互生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中俄对这个问题都有充分的认识，因此早在上半年，俄罗斯就开始接受用人民币支付购买石油、煤炭、粮食这些产品。这其中的理由很简单，拿着美元去西方买不到东西，拿着人民币来中国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有意思的是不管美国如何嚣张，用人民币向俄罗斯买东西的还不只是中国。早在6月30号就有报道说，印度最大的水泥厂商超科集团向俄罗斯西伯利亚煤炭能源公司支付了 1.72 亿人民币用来购买煤炭。可见印度虽然一直对中国不服气，但是人民币的含金量印度商人是很清楚的。其实呢，人民币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外汇，这一天呢来的还是有点晚了。这主要是因为过去俄罗斯国内有不少的政治人物对西方心存幻想。俄罗斯的富豪们一旦有了钱，第一选择就是去欧洲、英国、美国，不但把钱存到西方的银行，自己也想办法全家移民。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俄罗斯的人民币交易规模并不大，但是拜登对这些俄罗斯人的亲善立场是一点都不领情，反而是步步紧逼，一定要把普京搞下台，一定要把北约扩展到俄罗斯的前门后院。俄罗斯在无可选择之下，才越来越多的接受了人民币，这也是拜登政府逼出来的。如果拜登政府不改变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政策，人民币在俄罗斯的外汇交易中的占比还会越来越高。这对我们中国来说呢，当然是好事，但同样也意味着是压力。拜登政府必然会以此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对俄实施禁运，特别是那些俄罗斯急需的机械电子产品、化工产品、电信产品等等。美国不仅要打击俄罗斯的政权，也要打击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继续维护美元霸权。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残酷斗争的思想准备。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